Hello， 大家好，我是 Kenny。今年的 Dota 2年度国际邀请赛2024将在9月份于丹麦哥本哈根举行。这届的比赛也聚集了不少豪门强队，不晓得你们心目中的冠军又是哪一队呢？而搭上了 TI 2024的热潮，相信不少人也会打算组建一台顶级规格的 Dota 2电竞游戏主机电脑。那么这回我就准备了这么一台，不仅有着绝对的性能体验表现，同时也具备了绚丽夺目的外观造型。而如此一台电竞主机到底搭配了什么样的配置？让我们来瞧一瞧吧。首先是处理器，处理器我想绝大多数人都猜到了，那就是 AMD 的 Ryzen 7 7800X3D。Dota 2这款游戏算得上是 3D VK 处理器的最佳拍档哪怕是隔壁的 i9 14900K。面对7800X3D 也处于绝对的劣势加上目前7800X3D 的价格也非常有优势，因此选择这款处理器自然也就无需怀疑。此外，8核心16线程的规格应付 Dota 2以外的游戏基本也是绰绰有余的对于有多游戏需求的用户也都可以选择7800X3D。然后是主板既然是顶级规格的配置，主板自然也就不能以性价比为优先考量。这回选择的主板是来自华硕玩家国度的 ROG Strix S6701-1 Gaming Wi-Fi 虽然这款主板推出也有一段时间了，而且价格也确实不低，但这款主板给到的规格配置也确实非常足比如18+2项供电配置支持多个 PCIe 5.0/4的 M.2 插槽，并且也搭载了数线低8检测灯。还有多个高速 USB 接口和 WiFi 6E 无线网络等等，以及良好的 BIOS 界面与操控功能体验都是选择这款主板的原因。当然，如果预算能够再高，那么自然是选择天花板级别的 ROG Crosshairs S6701 Hero 或是 Extreme。但这一次没选择，主要自然就是没钱。不过我自己也用了这一款 ROG Strix S6701-1好长一段时间，整体下来的使用体验确实也没什么明显的短板，因此也就顺带将它给用起来，不需要额外准备另一块主板了。然后就是显卡，显卡是之前从 Zotac 索泰纳拿到的这张 RTX 4080 Super 16GB PGFOC。PGF 是玩家力量至尊 Prime Gamer Force 的缩写，是属于中国大陆特供的系列，在马来西亚等其他地方是无法购买到的另外 PGF 系列属于旗舰级别的规格，与 ROG Strix 猛禽以及 MSI Supreme 超龙所属同个定位级别。显卡本身的外形非常之酷炫，而且不论是显卡正面、背面，甚至是侧面，都配置了一定程度的 ARGB 灯光点缀设计不论是显卡直插还是束装模式，都能展现出非常好看的外观造型。此外，索泰的 RTX 4080 Super PGF 搭载了6热管设计的冰脉 2.0 热管散热加上其本身庞大的体积规格，散热能力与表现也可以说是十分的出众。待会也能看到它的散热表现。而这一次会选择这款显卡，主要也是看中它绚丽的造型以及多方位安装都能够展现出相当高的颜值，符合这次顶级配置，同时满足绚丽夺目的外观，也是十分适合的一款显卡。接着是记忆体内存，我选择了来自 Crochet 海盗船的 Dominator Platinum RGB 铂金统治者，容量为2x16GB， 频率与时序则是 DDR5 6400CL32。之所以会选择这一套记忆体内存，自然也是因为其独特的外形设计，加上 Crochet 自家的 iQ 灯控软件，灯光的可玩性可谓是非常之高，个人也非常喜欢这一款记忆体内存。加上6400C32已经差不多是 AM5 平台的最优选择，因此它目前也是我个人在 AM5 平台上的首选款式之一。至于硬盘，同样也是来自 Crochet 海盗船的 MP700 Pro 2TB， 支持全新的 PCIe 5.0/4标准，主控为群联的 PS5026-126，数据读写性能最高可达12400MB 每秒和11800MB 每秒，并且颗粒上方的名牌采用了石墨烯用料，有助于将颗粒的热量给更快的导出。同时给到了5年的保修时长，算是目前最顶级的硬盘款式选择之一了。再来是电源，采用了 Fanatec 追风者的 Revolt 1000瓦白金电源，由海运代工生产，原生支持 ATX 3.0 与 PCIe 5.0规格标准，并且给到了长达12年的保修时长。其中比较有趣的是，追风者官方与知名的 Cable 品牌进行合作，给这款 Revolt 电源推出了定制编织电源线。而这一套原厂推出的定制模组线也是符合 ATX 3.0 与 PCIe 5.0规格标准，不用担心自己找第三方定制模组线会出现质量的问题。紧接着是散热，散热器我采用了 VK 瓦尔基里的 V360一体式水冷，原本呢是要采用 VK 最新推出的 V36 AMG， 但是碍于在制作这期节目的时候，V36 AMG 还没到我手上不过呢，它现在已经在我手上了。
对这款散热器感兴趣的朋友们，关于它的体验分享很快就会和各位见面了，还请各位再耐心等一等。至于 V360 一体是谁了，之前就给各位制作了首发体验分享，因此这里就不做过多介绍了。简单来说，它是目前结合极致性能与颜值的同时，具备自定义 LCD 彩屏的好选择之一。最后就是机箱了，既然要让这些高颜值的硬件给一一展现，那么自然就得选择高视野透视的海景房机箱。而这次的机箱选择是来自酷卡5家的新界 FV270。采用了无立柱的全透视设计，同时提供了270度的视野透视，并且由于采用了传统的下置电源设计，机箱的整体占地面积会更小一些，同时观感上也会更为的瘦高壮硕。此外，机箱本身也标配了3把14厘米的积木 ARGB 风扇，风扇本身的颜值也相当不错，并且能够支持崭新的 BTF 背插主板设计，可玩性还是相当之高的。而 FV270 最独特之处在于底部的风扇能够替换成透光旋转台，并且还是快拆的设计。这个待会装机后会和各位一一展现。和各位分享完所有硬件配置的选择后，这里我也列出这些配件的相关价格。当然还是要说明一下，此价格以官方建议售价为标准，并且有一定的时效性。实际入手价格还是以用户自己查找到的价格为准。既然该分享的都已经分享完毕，那么接下来就是要直接快进到装好后的样子了。细心的朋友也不难发现，我把 VK V360 水冷标配的风扇给替换成了酷卡5家的龙骨 Apora 1207木风扇为了也是让整套配置的观感更加的一致性。同时我也将灯光配色调整至火焰色，以突出全黑配置下的细节。前面也和各位提到了索泰的这一张 RTX 4080 Super PGF 在不同的安装方式下也能够有非常好看的外观。既然给各位看了直插模式的样子，接下来就是要换成束装模式的外观了。与此同时，我也将底部的风扇替换成了透光旋转台，它们都是支持快拆结构的，只需按下旁边的按钮即可弹出并进行替换，随后再按下固定即可，简直是简单的一批。而这次既然是为了 Dota 2所组建的配置，那么摆在这旋转台上的展示品，自然是得和 Dota 2有关的物品。于是我将我珍藏的原版 TI9 复活盾给摆了上去。实话说，这个复活盾摆上去后，整个味道就出来了，就是 TI 的味道。机子都装好了，自然是要来稍微跑一下测试看看它的实际表现究竟是怎样的。首先跑个 Cinebench R23 7800 S3D 获得了单核1774分，多核17649分。接着我也跑了30分钟的单烤 FPU，此时的7800 S3D 仅有64度，满载功耗也就只有78瓦，可谓是又节能又凉快了不像隔壁的，还是不说了。然后是 3D Mark 跑分，这套配置进行碳 spy 获得了总分24725分，图形性能分与 CPU 性能分分别为28947分以及13537分。再来是进行连续20次的碳 spy 压力测试 ，CPU 温度基本维持在55度左右，而显卡的温度则是控制在68度左右，表现还是十分不错的。最后就是来进行实际游戏表现了。虽然说这套配置的初衷是为了 Dota 2，但我还是试试在赛博朋克2077的表现，在 4K 分辨率、最高画质和最高光追设置，同时开启了 DLSS 质量档以及光线重构与补帧功能。最终的测试能够跑到平均75帧左右，表现相当可以了。然后我也顺手试了 CS2， 在 1080p 分辨率低画质设定进行 CS2 的创意工坊基准测试跑图，最终这一套配置能够获得平均702帧，1%落也有275帧，表现非常亮眼。我也对比了同一张显卡以及记忆体内存设置，搭配 i9 1490K 处理器的性能表现，最终对比7800 S3D 简直是完全没有可比性。最后的最后就是主菜 Dota 2了，我分别进行了 1080p、1440p 以及2160p 3种分辨率搭配最佳画质设定，然后回放一场职业比赛选手第一视角的帧数表现。
最终3个分辨率的帧数表现几乎没有太明显的差异，这也算是 Dota 2的老传统现象了。但3个分辨率均能够获得平均270帧以上，1% low 也有110帧以上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当然我也对比了同显卡、同机体内存设置搭配在 i9-1490K 上的表现，2款处理器的性能差异还是相当明显的。不过这里我需要先说一下，上述所有关于7800 S3D 的测试结果还是基于自动 PBO 下的成绩不要忘了 AMD 平台可是有 PBO2 的降压超频功能。于是我在 BIOS 内进行了手动 PBO 降压超频设置，最终再重复多一次游戏测试。可以看得到，单是自动 PBO 与手动 PBO2 后的性能对比就能看到明显的差异。这个情况放在 CS2 也是一样不论是平均帧还是1% low 帧都有显著的提升。同时在这个手动 PBO2 的设置下，游戏时的处理器功耗与温度表现和自动 PBO 模式时基本相差无几，甚至能说是一模一样的。即便是满载 FPU 烤机30分钟的结果也是相同，温度和功耗与自动 PBO 模式下的表现基本一致，但频率却有着明显的提升了。因此如果有动手能力且愿意折腾，那么7800 S3D 这个 CPU 还是值得去这么做的毕竟白嫖的性能谁不想要呢？节目的最后来说一说我的感想。我们都知道新一代的 Zen5 架构，也就是 Ryzen 9000系列处理器将在来临的8或9月份左右就会推出。那么这时候入手7800 S3D 会不会显得不值得？首先首发的 Ryzen 9000系列是没有 S3D 规格的款式，而关于9000系列的 S3D 处理器，我个人猜测最快预计也得等到明年初才会推出了。再来是目前7800 S3D 的价格算是进入到相对比较甜点且能够接受的水平即便是愿意等到明年初才入手9800 S3D， 应该也会和7800 S3D 有着非常明显的价差。最后就是我个人猜测9000系列不带 S3D 的处理器，单纯以电竞游戏性能表现来说，最多应该只会和7800 S3D 大差不差，甚至还会可能稍弱于7800 S3D。因此综合以上的观点，我认为目前7800 S3D 这款处理器依然有着非常不错的入手价值。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相对主观的观点，我当然也很期待 Ryzen 9000系列处理器的表现，但在没有 S3D 加持的情况下，要在游戏性能和价格两者都比起7800 S3D 均有优势，还是颇有难度的。这也是我认为目前7800 S3D 依旧值得入手的原因。最后就是这一套配置的体验总结在我完成整套配置的组装与体验后确实不管是性能或是外观整体体验都是非常不错的。唯一的不足就是它并不是个非常有性价比的组合，这对于非常在意性价比的用户来说，或许不是个非常理想的配置。至于想要参考高性价比，同时在 Dota 2有优异表现的配置，那么就不要浪费你们的点赞和支持，让我能够尽快更新相关的内容。以上就是本次关于这一台专为 Dota 2配置的顶级规格且高颜值的高性能电竞主机的装机内容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支持，也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会对你们有所帮助，特别是 Dota 2的忠实玩家们请不要吝啬你们的点赞和支持。喜欢这期影片的朋友不妨点一个赞，而新来的观众如果能够点击旁边的小铃铛那就更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下期影片再见。